大家好，我是小豪。这一期视频，我们再接再厉烤一个更加柔软、含水量在80%的日式生吐司。先来做烫种，高筋面粉加入刚刚煮沸的热水，然后快速搅拌成糊状即可。因为搅拌的同时温度下降很快，所以一定要用刚刚煮沸的热水，才可以确保面粉有充分糊化。烫种可以增加面团的保湿性，面包的口感就会更加的湿润和柔软。盖上保鲜膜，放进冰箱冷藏30分钟以上。你也可以提前做好隔夜冷藏。来制作面团，高筋面粉、细砂糖、酵母，稍微拌匀。接下来都是冰箱拿出来的冷材料：烫种、鲜奶油、炼乳。为了确保待会儿揉面团的温度上不去，直接加入冰块降温。冰块和冰牛奶的总和是136克左右。负责降温的冰块先下去，冰牛奶不要一次过倒完，因为不同牌子的面粉吸水性有差异，留一些来做调整。先用1打搅拌成团。冰块完全融化后，来检查面团的湿度，看看是否还要加牛奶。面团偏软，有一点点的沾手，表示湿度有够，我就不加牛奶了。转3档揉面。来检查面团出筋的状态，可以轻易拉出膜，面筋形成了，但是很容易破，面筋的状态很差。这时候加入有盐牛油，如果你用无盐牛油，记得再补一点点的盐。牛油可以让面筋断裂重组，而盐可以进一步的强化面筋，对面筋形成保护。先用低速混合牛油，面团再次揉成团后，转3档揉面。揉面后期阶段要时不时的停下来检查面筋的状态。已经揉出可以看见手指的薄膜，弄破一个洞，边缘几乎是平整的就可以了。虽然这还不是完全扩展阶段，但是9分筋也已经足够做吐司了。面团的温度虽然偏高，只要不超过30度都可以接受，超过30度会影响吐司的口感。拉出光滑面，碗里放一些油，面团的表面和底部都沾上油防粘。盖上保鲜膜，室温发酵至2倍大。面团已经发酵至2倍大，没有漏气坍塌，表示没有发酵过头。看，撑开了一个大气泡，吐司就是靠这些撑开的膜来顺利长高的。取出，稍微揉成团，分割成平等的3份，再次排气，排气一定要到位，吐司才会均匀的长高。面团像这样折进来，翻面，整圆。第一步的整形完成，让面团休息15分钟。我们来第2次整形，手上和硅胶垫都沾上少许的面粉防粘。光滑的面始终朝下，再撒一点点的面粉防粘。先排气，擀面棍也撒一点面粉，擀开。不需要擀得太大，大概20公分就够了。像这样拍拍拍，把旁边的气泡弄破。翻面，
底部压烂，卷起，大概卷3圈就够了。再次让面团休息15分钟。来做最后一次整形，光滑面依然朝下，撒面粉防粘，排气，擀开。大概30公分就够了。一样的，把旁边的气泡拍破，翻面，底部稍微拉宽压烂，卷起，这一步很重要，不可以卷得太紧，否则面团就会像这样无法顺利长高。大概卷5个圈就够了。中间的面团最后才放，发酵之后的吐司高度才比较均匀。最后发酵至模具的8分满。发酵好了，这时候可以先预热烤箱180度，准备一个蛋黄，加入1汤匙的水。蛋黄如果太浓，会很难涂抹均匀。刷蛋黄液的目的是要上色更加好看，刷薄薄的一层就好，不然蛋黄般一块一块的并不是特别好看。当然这一步你想省略也是可以的。送入烤箱下层180度烤30到35分钟。吐司出炉，震几下震掉内部的热气，马上脱模放凉。由于刷了蛋液，吐司膜变得有一点粘黏，所以不小心弄破了一小块面包屑。生吐司会皱皮是正常的，因为它实在太软了，完全没有普通吐司刚刚烤出来硬硬的表皮。这是还有一点温热的状态，非常的柔软拉丝，我相信屏幕前的你们也感受得到。生吐司之所以叫生吐司，就是它不需要搭配任何的酱料，生吃就已经很好吃了。面包的表皮摸着也是非常的柔软，吃起来的感觉如何可想而知。由于太过柔软的关系，要想切整齐会有一点难度，它就适合这样趁热撕着来吃。我试过放了3天，依然非常的柔软好吃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一定要按赞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接收最新视频的通知。我是小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